我昨天晚上看赶海，赶到早上4点多，我早上没起来，让我哥去买的菜。但他买的这个鱼略显蹊跷，我哥说你不明白，我特意没要鱼肚子，这菜红烧，让你奶从鱼头红到鱼尾。他说卖鱼那小子都夸他，我心说就这么买鱼，他都不应该夸你，他都不应该给你供起来。我当时实在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形容词形容他，我说我给你做个菜吧哥，夜市小吃瞎扯淡了解一下啊。然后今天不腊八节吗？用腊八蒜炒了点肥肠和猪肚。我哥说给我奶做过腊八粥，他这米有点放多了，但这不是重点。我在今天之前一直以为腊八粥就是八宝粥，但他非要放点白菜、土豆和瘦肉。他说他们屯子一直这么吃。我直到这一刻才发现，原来人类的腊八并不相同。完过节，我弟也凑个热闹，给我奶做了一个哈密瓜果篮，他抠的挺下功夫，但我实在读不懂他的审美。就是他明明可以是一个不太丑的果篮，他非得给你整成一套 KTV 的果盘，咱不知道他咋想的。来吧，香香了，红肉、腊肥肚、肉饼、酱鸭、番培玉、红头尾。不知道是腊粥还是腊饭了，虾蛋、TV 果。完，我今天给我奶推荐了一下那赶海的视频，我奶看挺上头，天气预报都不看了，但是他发出了和网友一样的疑问，他说我再活不活也80来年了，我为什么整不明白他是怎么预判称王走位的呢？今天给铁锅开个锅，咱们看看在零下20度的雪地里吃顿火锅是种什么体验。这天啊，可乐倒出来就是冰沙，给我爸买了一桶冰糕，恨不得能砸钉子。现在好多饭店不是都吃冰煮羊吗？我说咱也赶时髦，咱吃冰煮羊排。哎呦我天，这么吃肉是真香，就是天冷好像把吃肉的幸福感又加了一倍。完，我们同学说这饭得细品呢，这得坐着慢慢吃啊。我说兄弟，这天坐着慢慢吃，吃完怕不是得把腿锯了吧？完，我哥非说桌上空，进屋又拌俩凉菜，真的，这也就是在自己家吃饭。他要敢在社会上这么吃，我估计他妈够判的了。完还敢喝铝罐可乐，我都怕他一使劲那舌头粘罐上。我跟你说，你别看天冷，但吃的贼全乎，什么牛羊肉、青菜、午餐肉，就连毛肚都准备了。你说这会儿人得多馋？完说吃这不冒汗，那边我起个炭炉子，熏了个辣锅，等会儿在小灶里再涮点鸭肠和毛肚。我说不对呀，我怎么没吃着冻豆腐呢？我们同学说我都帮你藏雪里了，到时候你就说你家冻豆腐就是地里长的。哎呦我天，没他妈气死我！我说你可真有梗呀，哥们儿，你脑里是不是全是梗啊？他指定是有点什么毛病，这天光脑来吃饭了，得亏家里帽子多呀。但是最有心眼的还是我弟，他妈给我冻死他都不带冷，我都怀疑他那衣服一拉开比这锅里冒热气都多。最后下点主食，吃点面条饺子，完身上越吃越暖和啊。我们偷摸把我爸那大桶雪糕打开了。最后给你们个人生建议啊，就是吃东西啊要学会适可而止。这帮老小为解馋，一人吃他妈10来个球，晚上1点多他们在各自的马桶上望向同一个月亮。今天发一下肘子教程啊，肘子先去毛焯水，然后这个香料啊，葱姜八角、桂皮香叶、花椒干辣椒，社会人可以再加点白胡椒和小茴香。这碗里的是料酒、酱油、红烧汁儿，还有调味的糖盐鸡精13香。这盐一定要给够啊，要不肘炖不进去味儿。不上气儿的高压锅，水倒到这儿就行，要不废料。煮汤功能1小时，倒点给它翻面，再来1小时。然后你看这个时间啊，我又泡了3个小时。你要着急就炖之前两侧嘎很深的口，就很进滋味了。反以现在的科技手段，想无痛当奶应该有点难，但可以买个肘子体验一下奶的快乐。再说说涮锅底啊，倒点油煸一下五花肉，料酒、酱油、蚝油少来点炒一炒，多倒热水，还有提前泡好的小干螃蟹、干虾仁，开盖小火1个来小时，然后依次下入攥干的酸菜、羊肉片和大虾，然后放一袋这个麻酱，超市2块5一袋，尝着咸淡，这菜也完事儿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俩菜，你们同学来吃完最少给你磕仨，他要不磕你告诉我，我这俩兄弟不忙，这活他俩能接。问我家今天来人多，还整几个硬菜。这广式牛腩煲前天教过了啊，买牛腩买这种肥瘦相间的啊，嘎嘎香。鸡蛋拌饭料汁也打出来了啊，自己可以试一下子。来吧，香香了，蛋饭、馍汤、馍蹄、老肘、牛竹、锅底儿。凉蚝、蒜蚝、鸭蚝，咱们看看我们的好朋友刘某啊，打进屋就挑准一个好位置，他可馋这玩意儿了，吃的跟他妈自助似的。后来给他换了个座都拦不住他吃啊，完挤着他2句，穿衣服摔门走了。我说这么些年哥们儿，你这是干啥？也不是头一次挨说，怎么还撂脸了呢？完他隔了10来分钟回来了，说生蚝有点吃腻住了，买点大米饭吃点主食。我真的，自从他来我家吃饭之后，我现在看我弟可他妈顺眼了。
今天干点人事啊，出2期教程。先说这个给包，2个大鸡腿切块，然后按照这些料的数量和摆放顺序对鸡下手，每下一行好好给它抓一抓，然后炒点姜，把鸡煎出油，再把油倒出去。这么大的勺啊，下2勺柱侯酱，1勺沙茶酱，口重就再放点花生酱、海鲜酱和广和腐乳，炒1分钟，再加水盖盖炖7、8分钟，完了下鲍鱼再焖2分钟，然后放青蒜到砂锅里烧开就完事儿了。要是想装一装，就倒点白酒，但一定记得把鲍鱼掏出来啊，就指这点玩意儿出色呢。然后锅包肉呢，先说糖醋汁儿，白糖白醋2比1，再放点盐和酱油，肉先用盐和料酒抓一抓，然后用土豆淀粉给肉抓满，再倒半碗水，抓到这个稀稠度的时候倒点油，就等着炸了。炸肉一定等油冒烟了再下，别害怕，根本崩不着。第一遍呢炸成这样，然后再把油烧冒烟了，炸20-30秒，炸成这个色儿就完事儿了。完把那汁儿烹一下，再放点可放可不放的丝儿，假装放2下勺就可以出锅了。锅包子都是这个做法，你要愿意创新做点别的也行，但是别整鞋垫，那玩意越炸越跟摇动。完年底单位发大鹅，调一个这个料汁儿，再炖个豆角，完做个咖喱鸡蛋盖饭，这3-4个人在家吃顿饭不挺好的吗？还可以再来碗红豆沙。完今天本来还想发个肘子教程，但我早上上市场，满市场买不着一个肘子，撒谎儿子的。卖肉的大姐说这都让饭店给包了，我真的我何德何能啊，我从来也没想过有一天能和他们办大席的形成正面竞争。2022年头一顿，我先给我奶解馋。我奶其实最馋甜的，因为她血糖高，全家都不让吃。借过年慌了，给我奶做了几块威化，我奶吃贼高兴，恨不得一边打胰岛素一边吃。完，我今天先逗逗我奶，蒸点肘子馅的馒头。我哥更坏，我哥说咱再整点真馒头。就现在这一大盘，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真馒头，哪个是肘馒头。所以咱说人生大忌啊，千万别把俩厨子放一起，妈这俩人加起来都憋不出一个好屁来。完，我奶做了个油焖大虾，我跟你们说，就这种大虾呀，纯是买我奶一乐呵。这玩意儿太大了，它炖不进去滋味。妈吃的时候，现在把壳缩了没味儿了。完了，把壳扒了，那肉还得再蘸一遍汤。完，这哥俩今天研究个菜叫鸡蛋蒜，说在报纸上看呢，这玩意儿长寿，他妈给我奶气乐了都。我奶说这小时候吃不起肉吃的菜，怎么让你俩卧龙凤雏给翻出来了？完，给我奶做了个培根芦笋卷，我奶说你这个黄瓜卷的挺有特色呀。我听这话，心脏差点没秃落了。我说那是芦笋啊，奶，23块钱1斤呢，他妈肘子才12啊。来吧，酱香的红铁、芦培卷、蛋蒜、盲盒、得利鱼、油虾、2味、烤骨、翻土牛。我奶今天看这个威化呀，根本没心思吃肘子，眼珠锃亮，就跟开支似的。太甜了，太甜了。没事儿，你巧克力少给我点你得打胰岛素吃这玩意儿。打吧。